大家好，我是毒魂。上期视频我们聊了聊在天堑沙原中已知新登场的大型怪，所以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聊聊在绯红森林和永游谷的新怪吧。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首先，让我们进入绯红森林，在这里我们将会遭遇一只造型诡异而又不失优雅的前脚种怪物——刺花蜘蛛。第一眼在预告中见到这家伙时，着实让我感到非常兴奋。在一个以龙类生物为主的世界里，节肢类怪物真的非常吸引人，尤其是对我一个只玩过世界和部分崛起的怪猎新人来说。作为怪猎生物，刺花蜘蛛的身体结构自然和现实中的蜘蛛有着不小差异。我们来一一看下。就如前面所说，怪猎的蜘蛛型怪物被归入一个名叫前脚种的分类单元。这个所谓的前脚指的是它们特殊的口器，也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螯肢。现实中，蜘蛛的螯肢连接着一对锐利的毒牙，蜘蛛会使用它们向猎物注入毒液，而刺花蜘蛛的螯肢恐怕就没有这个功能了，甚至它们的整个脸部都完全没有蜘蛛的模样，反而是和黄蜂的脸十分接近。可以看到，除了同样左右开合，形如钳子的大颚，刺花蜘蛛还和黄蜂一样长有一对复眼，额头长有3只单眼，并且同样呈倒三角排列。可以说，除了没有触角，刺花蜘蛛的脑袋完全就是个变异黄蜂的脑袋。也正因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刺花蜘蛛的头部和胸部分解明显，身体和昆虫一样分为头部、胸部、腹部3个部分，而现实中的蜘蛛头胸部是一体的，身体分解仅分为头胸部和腹部，之后是长在螯肢两侧的腹肢，我们一般称其为触肢。现实中蜘蛛的触肢多是用于探测环境和目标，同时也是雄性蜘蛛的生殖器官，内部还有储存精子的精囊。而根据预告和 TGS 演示视频的表现来看，刺花蜘蛛的触肢功能应该更类似于捕捉足，是刺花蜘蛛战斗用的肢体，它们能从触肢末端伸出3对利爪，试玩画面里它们亦会使用这一利爪来攻击猎人。至于这触肢是否也是雄性刺花蜘蛛的生殖器官，那就不太清楚了，个人觉得应该不是，毕竟刺花蜘蛛的触肢是当做武器使用的，战斗过程中会有弄破精囊的风险。随后便是刺花蜘蛛和现实蜘蛛差异最明显的地方——步足。我们都知道，现实中蜘蛛长有4对用于行动的步足，而刺花蜘蛛却仅有2对步足，一共只有4条腿。这么做的目的估计是因为4条腿更方便做骨骼绑定，更好做怪物的动作。这一做法在游戏设计上并不少见，就像黑神话中的副板和百足虫这俩虫妖，亦是做成了4足行走的怪物。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刺花蜘蛛的祖先就像芭蕾舞演员一样点在地上，而其行动方式也是十分的优雅。这里我们换个 BGM 感受下。而除了芭蕾舞演员般的立姿和舞姿，刺花蜘蛛这洁白的毛色亦是像极了身着白色舞裙的芭蕾舞演员。不知原型是否本就参考了芭蕾舞演员呢？除了使用触肢攻击外，刺花蜘蛛还能在腹部末端绽放出大量的红色刚毛，看着就像是一朵玫瑰。随后它们便会使用后足将这些刚毛踢至空中对付敌人。我们猎人沾上这些刚毛后便会陷入麻痹状态。这一技能明显是参考了捕鸟蛛科剃毛的行为。现实中的捕鸟蛛科蜘蛛便会像这样使用后足将腹部的刚毛刷下来踢至空中，这些带有倒钩的刚毛飞散到空中后，能够对天敌的行动造成影响，以此来保护自己。好家伙，考虑到刺花蜘蛛的体型如此庞大，这么巨量的刚毛要进入到皮肤黏膜或呼吸道里，真不敢想象那得有多难受。最后，刺花蜘蛛还能从腹部末端伸出一对阴阳双股剑来攻击玩家。这对形似刺剑一般的结构，根据它们的数量、形状和生长位置来看，个人猜测它们可能是刺花蜘蛛的仿器。之前的视频我们多次提到过，在蜘蛛的腹部末端长有若干名叫仿器的结构，它们起初是由复制演化而来，是蜘蛛分泌蛛丝的器官，而像是二纺蛛科的蜘蛛便和刺花蜘蛛一样仅长有2个仿器。当然现实中这些仿器并不能伸缩当刺剑使用，所以我们可以大胆猜测，或许是出于某种目的，刺花蜘蛛将自己的这一对仿器演化成了能够伸缩的器官，随后它们便开始尝试使用这一伸缩性的仿器来进行攻击，慢慢的便化为了这种出其不意的暗器。综上总结，刺花蜘蛛在造型上融合了蜘蛛和黄蜂的同时，还加入了诸如击剑、玫瑰、芭蕾舞等等西洋元素，可以说是创意十足。一只几乎没有任何拟人特征的蜘蛛型怪兽，居然能如此完美的展现出优雅美丽的气质，真是绝了呀！那么各位小伙伴会给刺花蜘蛛的设计打几分呢？我个人会给8.6分，真的是非常惊艳。接着我们来看看绯红森林登场的另一种怪物——波伊龙。作为海龙种的怪物，它们身上自然有着许多和水相关的元素。首先是它们这个鱼类头部造型，结合质地包天象和以及波伊龙身上橙红色的鳞片，个人
人感觉有点像是口猎增大版的巨骨蛇鱼。与此同时，波伊龙身上长有数量众多半透明的鳍，再搭配这彩虹色的光泽，简直是华美至极。此刻我已经在脑补他们在水中畅游的场景了。如果怪猎世界有水族馆的话，那么波伊龙绝对是镇馆之宝。不过由于预告和试玩视频中都没有展现出太多波伊龙的生物学特征，所以还是得等更多详细设定出来之后才能细说。让我们加快进度，直接进入下一张地图——永游谷。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无疑是荒野目前所爆出的所有大型怪物中外形最为诡谲的一种。谁能想到这个外观看上去就像是个大号变异蚊子的爪喷龙，居然是个兽龙种。首先很明显可以看到，爪喷龙长有一个细长的喙部，而在上喙的基部两侧还长着另外3对较小的角质刺和2对较大的角质刺。这样的吻部造型真的很难不让人联想到蚊子那分成数瓣的口器结构。与此同时，相信大家肯定注意到了，爪喷龙还长有一条十分细长的舌头。我们知道，现实中具有细长舌头的动物往往都是为了取食一些特别的食物，例如吸血蝠会使用细长的舌头从目标的伤口处吸血，蜂鸟会使用细长的舌头舔食花蜜，食蚁兽会使用细长的舌头深入蚁穴舔食蚂蚁等等。但爪喷龙这一细长的舌头或许并非用于取食，而是用于下毒。根据卡普空官网资料所写，爪喷龙能从舌尖喷出一种毒性气体，这一设定在预告中亦有展现。至于这毒性气体是怎么来的，我们放到后面再说。除了形似蚊子口气的喙外，爪喷龙身上还长有其他许多和昆虫相似的结构。例如可以看到它们的前肢已经没有了手指，仅有一根形似镰刀的尖爪，看上去就宛如螳螂的捕捉组一般。这个结构，个人猜测应该是由爪喷龙原来的爪子演化而来。参考同为兽龙种的蛮恶龙，可以看到蛮恶龙的第1指和第3指均高度退化，只有中指的指爪十分粗大。所以依照这个思路，爪喷龙或许是彻底退化掉了第1指和第3指，而将中指的指爪演化的极其巨大，逐渐形成了这么个镰刀般的巨爪。当然，根据爪喷龙爪子上的分叉来看，也可能是3根指爪合并成了1根，并演化的如此庞大。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爪喷龙的尾巴后方长有一个形似蛰针的结构，很难不让人联想到诸如蜜蜂这样的膜翅目昆虫。现实中，膜翅目昆虫的蛰针其实是特化的产卵器，最初的作用就是产卵，后面才慢慢演化出了其他功能。当然，爪喷龙这个形似蛰针的尾部结构自然不是产卵用的。据官网资料，爪喷龙能用尾巴尖端朝地下注入气体并引发爆炸，这一技能预告中同样有所展现。这么说来，爪喷龙这一形似蛰针的器官内部还真的具有中空管道结构，以运输气体。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些气体是怎么来的吧。显而易见，自然是来自爪喷龙身上大面积的气囊了。虽说具有气囊的怪猎生物也不算新鲜，但是这爪喷龙的气囊体积属实是有点夸张了。它们从头部到背部到尾部均长有气囊，同时可以看到在这些气囊的侧面还长有数个孔洞，这一结构和昆虫身体侧面的气门有点像。现实中这些气门是昆虫呼吸氧气的器官，而爪喷龙身上的这些就显然是字面意思上的气门了。想必爪喷龙正是通过开闭这些孔洞，以将毒气吸入气囊并储存其中，之后再通过体内连接舌头和尾部蛰针的气管，将这些毒气喷发出去以攻击对手。好家伙，这个设想脑洞可真够大的。顺带一提，我们还能发现爪喷龙的后足脚掌呈现出树蛙或壁虎那样的吸盘状，所以难不成爪喷龙也具有爬墙的能力吗？好像也不是不行哈。结合它们前肢锋利的大爪子，攀爬时没准还能当做登山镐来使用。当然，考虑到爪喷龙的生活环境，个人更倾向于这个脚掌形态应该是用于增大和地面的接触面积，以方便自己在泥潭中行走。总而言之，爪喷龙的形象实在是太过诡异，怎么形容呢？假如你不告诉我它是怪猎生物，也不告诉我它的体型大小的话，我8成会认为它是一种吸血动物。进食时先由后脚上的吸盘吸附在宿主身上，再用前肢的钩爪狠狠勾住皮肉以加以稳定，接着用锋利的口气狠狠刺入宿主体内，随后伸出长长的舌头舔食伤口以此吸血，最后再使用尾巴后面的蛰针将卵注入宿主体内，真是想想就令人毛骨悚然。所以综上所述，大家会给爪喷龙这诡异无比的造型设计打几分呢？说实话，我个人还是挺欣赏这个猎奇设计的，可以打到7.8分。如果它不是兽龙种就更好了。相较于奇特无比的爪喷龙，另一种生活于此的怪物褐原兽就显得非常平平无奇。兽如其名，这只牙兽种整体外观就是一只长着长尾巴和厚实鳞片的类人猿，这也是怪猎特色了。许多牙兽种往往也都长着非常明显的鳞片。与此同时，相信不少小伙伴看出来了，褐原兽的这个脑袋似乎和狮子有些相似。毕竟日语中狮子一词原本就是指的露出獠牙的日本猕猴，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怪猎有那么多像是雪狮子、沙狮子、金狮子这些名字里带有狮子的猿类怪物，包括像只狼中的狮子猿也是受此影响。所以这褐原兽身为猿类怪物却长着一个狮子脑袋也没啥可奇怪的。而作为猿类怪物，褐原兽的身手自然比较敏捷，预告中它便为我们展示了一招怀中抱妹杀以及灵活的单杠换臂。
可见到时候在游戏中我们又会面对一只灵活的健美身体了。所以各位小伙伴会给黑元兽的外形设计打几分呢？我个人会给6.8分，并没有多少惊艳的感觉。视频的最后，我们来说说预告中神秘感和压迫感都拉满的黑岩。可以看到，黑岩整体形象是一只巨大的头足类怪物。通过其眼部上方突出的眉角可以看出，黑岩的设计原型8成是著名的拟态章鱼。大家可以对比着看下，是不是很相似呢？这种章鱼相信大家都或多或少的听闻过，它们具有非常强大的魔法能力，不仅能够改变自身体色，还能通过扭曲外观、模仿行为的方式来模拟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例如，该画面中的拟态章鱼便试图将自己伪装成海蛇。所以我很好奇，黑岩是否也具有变色拟态的能力呢？如果具有的话，说不定预告中的形象并非是它原本的模样，而就和很多头足类怪兽一样，黑岩的身上也融合了不止一种头足类动物的特征。例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黑岩的腕足上长有锋利的腕钩，但事实上，章鱼的腕足上一般是呈现2列或单列吸盘，并不长有腕钩，只有部分腔形目动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鱿鱼长有这样的腕钩。与此同时，预告中还向我们展现了黑岩一种独特的攻击方式，那便是从身体侧边的口洞中喷火。现实中头足类动物的这个器官学名叫做漏斗，主要功能是在它们游泳和呼吸时用于排水，同时也具有喷墨、排卵以及排泄废物等功能。而黑岩的这一漏斗，想必也是连接着某种类似火焰带的器官，所以才能从漏斗口中喷出火焰吧。综上所述，大家会给这只章鱼怪物打几分呢？我个人十分喜欢，会给到8.2的评分。头足类动物那本就奇特而有趣的身体构造，真的是太适合设计成怪物了。作为世界才入坑的新人，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挑战一下这种对我而言既新奇又另类的怪物了。至此，我们便将绯红森林和有油谷中的预告新怪都给说一遍了。喜欢的小伙伴也请给个3连支持一下哦。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